We will cancel future lunar missions. What is that? They are in a triangle! 1972年12月，阿波罗17号在月球执行任务。3个太空人在月球轨道上，看到了一些说不清楚的东西。然后人类就再也没有回去过。50多年过去了，有一种说法流传了很久，我们不是不想回去，而是有人不让我们回去。2026年5月8日，美国政府陆续开放了过去的 UFO 档案，这些资料现在都放在美国战争部的网站，可以自由地查看。里面有照片，有任务转录，还有调查报告，资料则来自 FBI、NASA、国防部。今天只讲其中一个案例，阿波罗17号，并不是因为它最神秘，而是因为它是少数几起发生在太空中的事件。我们总是把 UFO 跟外星人做连结，那么从太空中发生的事件开始调查，似乎是一个更好的切入点。阿波罗17号1972年12月，人类目前最后一次登月。3名太空人指挥官 Cernan、 指挥舱驾驶员 Evans 以及地质学家 Schmidt， 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科学家身份登上月球的人。Cernan 和 Schmidt 在月球表面执行任务， Evans 一个人留在绕月轨道的指挥舱，负责拍摄和观测，这是他的主要工作。但他除了工作，也看到了一些他之后很难解释的东西。异常现象从任务第一天就开始了。Evan 从舱窗看到一群明亮的翻滚的粒子飘在太空船附近，觉得奇怪，叫 Schmidt 来看。Schmidt 走过去望出去，说了一句话，就像美国国庆日烟火一样，大量明亮的闪光点，不规则形状在太空中翻滚漂移，像烟火一样。这段对话被完整记录在那批流传的任务转录里。任务第二天，森人自己也看到了，而且他看到的不只是粒子，他看到一个旋转的发光的现象，说亮得像火车头的灯。他观察了接近3个小时，然后说了一句让后来所有分析者都印象深刻的话，我认为那是一个真实物体，不是光学幻象。他看了3个小时，一个飞行时数超过5000小时的海军飞行员、测试飞行员、太空人，用训练有素的眼睛盯住一个东西，盯了3个小时，然后说那是真的。这句话被放进那批解密档案里，当做这个案例的核心证词之一。现在来看这次最引人注目的部分，那张照片。这张照片在 NASA 的原始底片里一直都有，但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它。那批文件把它放大，用黄色框框标注了5个区域，其中3个排成接近等边三角形，还有一个比较大、比较亮形状，像垂直长方形的光斑。文件说明你写了一句话，这些光点可能是场景中的真实物理物体。这张照片引发了大量讨论，有人说三角排列这么规则一定不是自然的，也有人说官方都说可能是真实物体了，这还不够吗？我们先把光学条件搞清楚再说。从照片的阴影方向判断，太阳光从左后方大约45度进入，关键是3个光点出现在哪里，不是在月球地表，是在月球地平线的上方，也就是照片里月球的天空。那里是太空，是真空，不应该有什么，但照片里有光点。先问第一个问题，那些光点为什么只有几个，而不是一整片？如果轨道上飘了很多粒子，照理说应该到处都是光点才对。关键在于反射角度，在太空中没有大气，没有漫射，也没有散射，光只能直线传播。当光打到一个表面，射出去的方向会是固定的。轨道上的粒子虽然很多，但只有特定几个，在那一瞬间反射方向刚好对准镜头，其他的光打过去之后反射到别的方向，镜头根本看不见它们。粒子在翻滚，每一瞬间朝向都在变，所以你看到的是忽闪忽灭，不是稳定的光源。第二个问题，三角形。随机漂浮的粒子怎么会排成等边三角形？其实它们根本不是真的三角形，那个形状只存在于照片的2维画面里。想想夏季大三角、牛郎星之女星、天津4这几个，从地球看就像一个三角形，但牛郎星距离我们17光年，天津4超过1000光年，它们在宇宙里毫无关系，只是从地球这个视角刚好
投影在同一个方向。照片里那3个光点，一个可能在30米外，一个在200米，一个在5公里外。从舱窗这个视角投影到底片上3个点，刚好落在了三角形的位置，不需要有人刻意排列。第3个问题，那些粒子是什么？最直接的候选是太空船排出的废水冰晶，这里的废水不是一般的水，它包括燃料电池持续产生的多余水分，还有太空人的尿液，这些东西累积到一定量就会被直接排放到舱外。废水喷进真空之后瞬间冻结，来到阳光下反光非常强，看起来就像闪光粒子。但冰晶解释这里就是有一个麻烦。NASA 后来测到这种冰晶寿命其实很短，一般只有10到30分钟。阳光强的时候甚至只有6分钟。真空里没有大气压，冰晶直接升华成水蒸气就消失了。前几小时的冰晶早就不见了。那照片里同时出现好几个分开的光点，要怎么解释？这里要看排放的方式。废水不是一次全喷出去的，一次排放要花好几分钟，有时分2、3段进行。太空船一直在动，相隔几分钟的2次排放，太空船已经前进了好几百公里。每一团冰晶被留在轨道不同位置，从镜头看过去就是好几个分开的光点。而那张照片根据任务记录是登月舱登陆后不久从舱窗往外拍的。那个时间点，登月舱刚落地，地面在确认舱体状态，这时候的指挥舱理科学仪器相对闲置。偏偏 NASA 的作业准则是把废水累积一段时间后再选空档集中排放，这样才不会干扰观测。照片拍摄前30到60分钟刚好是最合理的排放时机，冰晶云的寿命也刚好还在可见范围内。还有 Area 5那个垂直长方形的光斑，如果是冰晶为什么不是圆的而是细长的？那是因为废水排放时是带有气压的液体，从排放口喷出去后会沿着喷射方向在真空里瞬间冻结。冰晶不是随机散开，而是沿着那个方向排成一条线。从镜头角度看，就是一个细长的垂直形状，不是物体本身是长方形，而是喷发，让排列方式变成一条长条。Evans、Schmidt 在短路里自己也猜可能是冰晶或涂料碎片，但他们说那只是 wild guess， 他们自己也不确定。翻滚的粒子、照片里的光点、三角形 Area 5的形状，这些都有合理的候选解释。但还有一件事比较难用同样的框架说清楚，就是 CERN 那3个小时。要理解 CERN 的3个小时，需要先记住一件事：月球轨道一圈大约88分钟，其中将近一半的时间，太空船会转进月球的阴影区，太阳完全照不到。在阴影区温度极低，冰晶的升华速率大幅降低。本来在阳光下6分钟就消失的冰晶，在阴影里可以存活的长很多。等到太空船转回向阳面，太阳直接照射，温度快速上升，冰晶才开始大量释放微小粒子，忽然变得非常明亮。NASA 在阿波罗15号和16号的技术文件里就观察到这个现象。废水排放后粒子并不是马上大量出现，而是在太空船从阴影区转到阳光区的那个瞬间才突然被照亮。阿波罗17号在月球轨道停留了75圈，比任何一次之前的任务都长。这意味着累积、排放、阴影保存、阳光释放这个循环在阿波罗17号上会反复发生，而且效果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明显。CERN 观察的3个小时里，太空船可能已经经历了将近2个完整的轨道周期。不同时间排放的冰晶在阴影存活，在阳光下轮流被点亮。从他的视角看，就像有一个东西持续旋转、持续发光而不会消失。这个机制把长时间停留、轨道循环、阴阳面温差3件事结合在一起，是目前自然现象解释里物理上最自洽的版本。但它仍然只是一个推测。CERN 是接受过极度严格训练的飞行员。当他说那是一个物理物体，这句话不应该被轻易忽略，但也不能直接跳到那是外星飞船。在这2个极端之间还有很大的空间。他看到的可能是冰晶在阴影和阳光之间反复闪灭，也可能是某个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的东西。这里有一件事值得单独说清楚。阿波罗17号之后，美国再也没有登月。很多人把这2件事放在一起，得出一个结论，
是因为他们在月球上看到了什么，所以就被叫停了。但时间线不支持这个推论。阿波罗18、19、20号在阿波罗17号发射之前就已经被取消了。是1970年尼克森政府削减 NASA 预算，当时越战拖住了美国整个国家社会大众对登月的热情，在阿波罗11号之后快速冷却。国会不愿意继续烧钱，然后3个任务直接砍掉。阿波罗17号已经是他们争取到的最后一次。换句话说，当 Cernan 和 Evans 在轨道上看到那些光点的时候，不再登月这个决定其实早就做了2年了，这样子一个说法。因为看到了外星人，所以停止后续的登月计划。那个因果顺序是反的。这次让人注意到的文件里有一件事特别值得说，原始底片正在被重新调取和分析。用现代数位技术高解析度扫描，精确测量每个光点的亮度、形状和边缘，推算它们可能的距离和实际大小。如果光点大小只有几公分到几十公分，几乎可以肯定是冰晶或碎片。但如果实际大小有几公尺甚至几十公尺，那就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。那批文件里有一份任务转录，你可以找到 Smith 说像美国国庆烟火的那段，以及 Cernan 描述他观察了3个小时的那段，读原文和读翻译是不一样的感觉。你能感受到当时他们说这些话的语气，好奇、惊讶，还有那种我描述的可能不够准确，但我尽力了的感觉。那是真实的人在真实的情况下说的真实的话。阿波罗17号1972年人类最后一次登上月球，那次任务带回了超过110公斤的月球岩石，带回了详细的地质测量数据，带回了数百张照片，也带回了几个太空人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东西。53年过去了，那些东西还在等待一个说得清楚的解释。这个故事我们还没有说完，底片正在被重新分析，答案可能就在不久的将来。如果结果出来，我们会第一时间做影片，记得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后续。在等待答案的这段时间，我忍不住想到一件事，如果冰晶解释是对的，如果那5个光点真的只是几团太空人的废水在太空中冻结，然后我们花了53年动用 FBI、NASA、国防部把它们放大、标注、列为机密，再解密、再重新分析。如果宇宙里真的有某个文明一直在观察我们，看我们盯住那几个光点，严肃地讨论了半个世纪，他们大概会有2种反应，一种是觉得我们很谨慎，值得接触，另一种是决定继续等我们再变得更聪明一点。当然也有可能那5个光点根本不是尿水，底片分析的结果会告诉我们答案。下一期见。